聂才是那个吃货。我没降低概率吧？完全没有，谢谢林总。那这个伟大的任务就交给小聂和崔琴了。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就是同事之间的谦让啊。那怎么不谦让我呀？谁让你抢着第一个抽的？啊，好了，我要工作了，明天还要翘班试吃呢。一定有问题。人都到齐了吧？今天啊，我是特别的高兴，因为咱们食堂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。大家对我们食堂有意见，这个我知道，因为某些原因，我们也是无能为力。但是，难吃的日子终于要过去了。这次啊，我们为大家精心挑选了3家食堂承包商来供大家投票选择。为了保证绝对的公平，3家承包商的名字用艺名来代替，分别是红烧肉、锅包肉，还有啊回锅肉。锅包肉是东北菜吗？回锅肉是川菜？不代表菜系，也就是个代号。华总，你也来了？我可是抽签来的。快开始吧，菜都要凉了。好，最后一句，请大家尊重你们手中的选票。开始，大家排队取菜。林总，你也来了，正好饿了，来蹭个饭。欢迎，要不帮你拿些菜？不用了，我去找我们部门那个。好，那边。每个闻着都好香啊！哎呀，不行，每样只能取一点点，不然2家吃完就已经撑死了。你似乎有点低估自己。林总，你也来了。没抽到签，只能刷脸来吃点了。可惜没有投票权。那怎么可以啊？这换食堂的事可是林总你一手主导的。那我和小聂共用1张选票吧。啊？有意见？抽签的时候，没有，这是我的荣幸。取样这么丰富？当然，我可是负责的人。你取样也太少了吧？那这样的话，那我要80%的投票决定权。你怎么临时制定规则？花总的态度也太科研了吧！开动！好吃。哎呀，一口都吃不下了。我打算投票给回锅肉。我要投给锅包肉，他们家的最好吃。啊，这锅包肉加也太甜了吧？不会啊，如果我自己吃的话，还可以再甜点呢。但是考虑到大家，这个甜度正好。你们无锡人真恐怖。不过你还要看林总啊，你们不是共用选票吗？
我个人比较喜欢红烧肉。你再体验一下。投票可以听你的，不过我觉得你中意的这家多半要落选了。我放盘子去。这是让我投票？不是啊，我们肯定要投锅包肉的。但你不是还有20%的权利吗？我要尊重这20%，所以把写的权利交给你。小聂，你是懂权力分配的，谢谢你给我参与感。红烧肉一票，回锅肉一票，红烧肉一票，回锅肉一票。完蛋了，以后不能在食堂里吃到这么好吃的饭。这么喜欢吃甜的？红烧肉一票，真的不算很甜。我刚刚询问了一下这家承包商旗下有哪些餐厅，我带你一家家吃过来。我宣布，最后投票最高票数为回锅肉。在想什么？在认真考虑你提出的诉求。有结果了吗？哪有那么快啊？有好多问题呢。比如说，如果食堂承包商要走招投标流程的话，那光福小花园是不是也要走招投标流程呀？你说的，我的诉求，是说光复小花园。啊，这不是林总你半夜3更严肃交付我的工作吗？所以答案是什么？不一定要走招投标，老板你随意就好。好，那我尽快做一份方案发给你。不过，我觉得我好像承担了额外的工作。公司你有没有什么补偿啊？比如说加班餐补什么的。这个肯定要有，不过做工账大概不合适，做我司账怎么样？受客观因素影响，采购部的许多供应商需要重新筛选建联。林总前一阵子给了我们一份12年公司重点采购原材料的外部询价清单，帮助我们更快地理清了供应商名单。再根据我之前对各大厂商合作下来的印象，我们采购部初步拟定了供应商考核列表。首先是光伏玻璃这一块，我们最推荐的是这2家厂家，奇彩玻璃和明岩玻璃。价格角度而言呢，奇彩比明岩高出5%左右。不过奇彩的品控和产能更稳定，而且这几天我也联系了一下，他们在技术方面又有突破，非常热情地欢迎我们去实地考察。奇彩玻璃是我们的老朋友了，他们的管理层的确非常注重研发创新与品质监测，你们可以考虑飞一趟去看看。正有此意，我是打算去一趟。我和奇彩的吴总之前有过一面之缘，这次我也飞一趟吧，争取一次把事情谈妥。王琴，你和我一起去。不知道是几号去啊？年前园区有很多会议和活动，
之前张总让我参加，我怕时间上有冲突。哎，管理部门这次给我们的这份询价清单做得相当详尽，不知道是谁做的？其实可以考虑带他一起，我这边也带上我们王新总。这份询价资料是我最近让小聂整理的。不过王琦提醒我了，临近年底也要看看部门最近的工作安排，也可以就我们3个去，你们先和对方沟通一下时间。好。那今天的会议就先到这里。好。小聂，等一下。小聂，你刚刚的目光很不信任。因为你前科有点多。的确。不过这次不是，因为我还在左右为难。为难什么？方式方法，我觉得追求这件事应该光明正大的。可是如果在公司这么做，又难免产生一些流言蜚语，对你不公平。你考虑的有点多。事情如此，当然要考虑周全。不过也有办法，小聂，你不要微服私访了，怎么样？这样风言风语，多半就冲着我来了，我就可以大显身手了。林总，这份文件张总那边说先让你看看。出差的事情，你先自己考虑一下。怎么不回消息？不礼貌。难道睡了？喂，刚刚在洗澡。请问聂小姐，加油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加油？你刚刚给我发的短信。啊，发错了吧？发错了？我还以为存心想让我失眠。怎么会呢？那真令人失望。那如果没发错呢？你想告诉我什么？是想告诉我，虽然革命尚未成功，我仍需努力，但是政策已经向我开放？你的理解力有点高端。那方向正确吗？
有2件事要跟你说一下。你说。一件事，我想去出差，我想去溜达，不是，去见识一下。好。还有一件事，我喜欢你正大光明的，大显身手。也许一开始会有流言蜚语，但那是流言蜚语的错，不是你的问题。请不要束手束脚。当然，如果半个月之后流言蜚语还是针对我，那你也扭错了。说明我没有做好。对，所以你要加油。如果到时候我的每个朋友都跟我说，希光，林总对你不是认真的，你要小心，那我就飞快的跑路。这样，那你把你的好朋友名单给我一个。那没有，我怎么可以帮你作弊？好了，我说完了，我要睡了。林总晚安。怎么啦，林总？还有事？有。小聂，订票。去年呢，我们厂升级了光伏玻璃生产线，并且优化了生产技术，而且呢，新增了新的纳米涂层设备，用于制造和生产我们厂自行研发的自洁玻璃。这边右边呢，都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生产厂房。刚刚听陈总说，双远扩建了生产线。是的，27厂区预计年后完工，上半年投产。这个时候逆风操作，我得叫你一声兄弟，英雄所见略同啊！哪里比不上吴总埋头苦练内功，在下一轮浪潮里，奇才必定独占鳌头了。嘿，我係小打小鬧，不值一提啦。这次林總能夠親自來，我很驚喜啊！先一看，哇，邊度來個良宅，總有幾分民俗。想起來了，之前啊，在上海跟朋友喝茶的時候就有見過面呢。3年前了，那個時候萬萬沒想到和吳總還有這樣的緣分。誰說不是啊？我記得你之前係醫生來的嘛，怎麼突然搞光伏啊？盛遠對雙遠可不上心啊，下面的人更是……怎麼，有人得罪過吳總？就是你們之前那個採購部部長啊，撥款就算了，而且借口說我們品控不行，這不是敗壞我們名聲嗎？莫總，對，就是姓莫，對嗎？他在你們公司口碑也不怎麼樣。之前有條件比較好的宿舍被莫總的親戚插隊搶走了，林總知道後費了好大的勁才幫我們要回來，之後莫總就一直……哎，難不成他還敢給你臉色看？
不提了。大家族就是那个人，环境错节。哎，他现在不负责采购这块吗？去年底声源总部内审，他被查出来在总部任上有经济问题，后来连带查到他在双远任上也不干净，所以，只是没想到他还得罪过吴总，我一定要把这事反映给外公。哎呀，更大一个好消息，你怎么不一见面就告诉我啦？不用反映给盛老爷子啦，小意思。我不是小气的，我只问一句，他进去没有？差不多。阿盛啊，你一来就给我出了口陈年恶气。我这个人啊，最相信风水玄学，我俩的八字相合，回头啊，大家都高楼啊。求之不得，我才入行，正要向五哥多多学习。肯定的啦，咱们真正是上下游一家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其实，我对姓莫的不满，也不完全是因为私人恩怨，最主要是他跟我们这边断了，转头就采购高价日本产品。事实上这几年国内光伏玻璃品质完全追上来了，与其崇洋媚外，实在是没必要啊。的确，光伏产业上下游完全国产化只是时间问题。没错。哎，说了这么半天都没有联系方式，来，都加个微信啊。走，我们接着看。哎，妒忌报警了，今天在我们厂的贵宾厅用晚饭鱼盒，就在前面啦。林总，别嫌弃啊，我们自己家的卤味和叉烧做的比外面大饭店还要正宗哎。那我们先体验一下体彩贵宾厅的品控如何了。哦，对了，西北那边有好几个电站项目，马上就要招标了。阿生啊，你有咩打算啊？以前接触的都是他们公司高层，还是第一次见吴总本人。原以为只是借着爱乐集团庇佑的二代，没想到对业务这么了解。约商是这样，低调务实。哎，那今天谈的条件，价格上再压一压。行，那我唱白脸，林总你唱红脸。那个，你们都下载那个微信了吗？下了，不过用的频率不是很高，主要用来跟女朋友聊天。我前阵子才下，用的不多。不过这个软件以后大概率会是主流。肯定的呀，免费的多香。那到酒店有 WiFi 了，我也下一个。上个月英杰让我下，我没有下载。林总，你也不提醒我一下，害得我严重了。我的错，失职了。大家把身份证给我吧，我去办入住。好。给我吧，谢谢。林总，要不还是我来吧。小聂毕竟是……没事。我在网上订房的时候找了优惠套餐，可以免费享用行政酒廊，而且每个房间还赠送一个 SPA， 晚上11点结束。大家现在去还来得及。小聂做事啊，真是周到体贴。订酒店之前还特意问我酒店偏好，我说什么偏好都没有，我们住一间吧，你看着办。都是同事教的。走吧，在这边。你好 ，SPA 有空位吗？好，我半小时之后过去。有2个空位吗？好的，谢谢。是下载太多。小聂，你要不要问问林总那边？他们男人多半不做 SPA， 正好咱俩一起去。好呀。也是。出差还要陪你加班啊？陈总让我问问你们的 SPA 券用不用？不用的话，就他和我去。
稍等。王鑫，那个 SPA 你去一下，别浪费了。男的还做这个？当然可以。王鑫特别想去。林总说王鑫总特别想去。那好吧。做不了 SPA， 那就出去逛逛吧。不过我吃撑了，就去买点东西，请你在酒店门口等我。几点？现在。那个，我出去买个东西。哦，好。你居然还换装？你不是让我加油吗？那多带一些衣服不是很正常？这叫发挥自身优势。我懂了，一表人才。过奖。你要去买什么？我要去买个新手机，旧的内存不够。走。走。这个是我们的最新款，颜色有这2种。你朋友用的就是我们这个型号。好用吗？可以，反应速度很快。你可以拿个粉色的，跟你朋友的这个颜色很配。什么颜色无所谓的，反正我要换各种各样的手机壳，所以那就粉色的吧。好。麻烦帮我拿内存最大。好的。正好还剩下1台现货，价格一共是2498。请问哪位？哦，我。好。那需要拆开吗？我们可以帮你装机。好呀，那麻烦帮我装一些常用的软件，还有微信。哎，小姐，你之前用的也是我们的牌子，整个旧手机的短信通讯录和照片都是可以导到新的手机上的。哦，好，谢谢。等一下，我只需要复制通讯录就好，其他的就留在旧手机里吧。好。总算把微信注册好了，来加个好友。你动作也太快了吧！一直盯着。你下载了新软件，我当然要第一个申请。你同意吗？我同意啊。申请通过，我的好友。早上好。我跟你说啊，陈姐人特别好。陈姐，一晚上就被别的部门收买了？不是啦，我昨天不是给她带了双皮奶吗？然后一不小心就说漏嘴了，是跟你一起出去的。然后她就特别好心提醒我，让我注意公司仪礼。这也是我之前所担心的。
不过陈总既然发现了，待会儿我就不用找借口。什么借口？这酒店的早餐很丰富啊，还有鲜缩的肠粉。你有广东特色哦。嗯，是挺不错的。待会儿你们吃完就飞回去了吧？我们？林总，你要改行程？我和希光打算退掉飞机票。改行程改签就好了呀，退掉了怎么回去啊？昨天晚上王鑫跟我提到希光有点恐飞，我也是才知道。正好周末我考虑了一下，打算和他一起坐火车回去。你们俩确定要坐火车回去吗？我刚查了一下，10个小时左右呢。也许途中下车玩一天。这个计划不错。行吧，那回头咱们公司见。小聂，再见。陈姐再见，王鑫总再见，一路平安啊！我们还要去别的地方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只是其中一个可行性方案，当然以你的意愿为主。我的意愿不用改坐火车。我妈说今年要去外面过年，所以我们可以坐飞机回去。我刚好锻炼一下。你确定我们坐飞机回去？我确定。你快问我为什么刚刚陈姐他们在的时候我不说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想今天回去，所以林总，你愿意和我一起进行一个2天1夜的广州深度游吗？包吃包拎包的那种。愿意至极。那你知道哪里好吃吗？我现在查。我也不知道哪里好玩。我来规划路线。那你拍照技术怎么样？我态度好。那就这样，成交。接下来先去买一个重要工具。手机壳为什么是重要工具？懂了。懂了。仿佛这个世界上，我和你好，这个还有这个都要。好的。手机不可以，手机壳总可以。谢谢。连我手机上的这个，一共5个，多少钱？借你跟靓仔200块啦。你也靓仔，便宜点，100。100块就100块啦。靓仔，你真係思講價啦。謝謝啊。謝謝。你以後每天上班都用這個手機殼嗎？那不會，廣州限定。那就好。接下來你想去哪兒？大佛寺、廣州塔、長隆，還是按照美食地圖一家家吃過來？我想再去一趟七彩玻璃。是他们俩吗？你好。哎，你好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吴总和夫人带着小孩去长隆动物园看大熊猫去了，吩咐我们招待2位贵宾。这是我们魏工。你好。你好，打扰了，周末还让你们加班。啊，没事没事。
吴总说两位是想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光伏玻璃花园。对，昨天路过的时候就觉得很漂亮，当时就想来看看。还有一些问题想咨询一下，不知道方不方便？没什么不方便的，您尽管问。哎，那里面请。好。你们打理的真漂亮，这个花园是什么时候建造的？大概有多少平方啊2年前吧，大概300平方。我看侧面也有光伏板，那这能算是光伏建筑一体设计吗？严格来说是不算的，我们顶棚啊还是常规的搭建方式，侧面的光伏板只是简单的附加罗列，和 BIPV 还是有差距。那光伏板总面积是多少呢？200平方多一点。那发电功率是3万左右，每小时发电30度。啊，对，日照好的时候差不多。那光照条件不足的时候，你们怎么处理呀？我们配备了地缘热泵，就是可以做个储能循环，把多余的电存起来用。地缘热泵储能循环系统，这个您能详细说一下吗？当然可以。等一下，我记一下。其实我还想问一下成本方面。魏工。啊，我们这个系统很复杂的，成本的问题我还要问问财务那边，要不你留个联系方式，回头我把资料直接发给你。行啊，你有微信吗？我们加微信。花园很漂亮，我可以拍几张照片吗？当然可以了。我有微信，我扫你。太好了。好，回头我把资料整理好发给你啊。谢谢，我通过了。啊，他好像是你老板吧？你让你老板拿包，真的好吗？我们公司吧是项目责任制，这个项目呢我负责，所以林总带他下手没有关系。我们林总人特别谦虚。你们公司氛围真好，怪不得你们老板用这么特别的手机壳啊！辛苦你们了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谢谢了。没事，不用客气。好。储能问题，其实我们的技术员也可以问。当然可以，但是这里面呢有一点小小区别。什么区别？前些天我跟技术部门在讨论小花园的设计嘛，他们问了我很多问题，我就觉得我像一个什么都不懂的笨蛋甲方，所以就想偷偷的学习一下。那问外人就不会在公司内部暴露我的无知了呀。回去呢，我还打算买一些光伏方面的书，到宿舍里读。有道理，书不用买了，我给你。你有？当然，因为我之前也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副总，全靠背后偷偷学习，公司里才勉强撑得住场面。我们跨专业真的是太难了。可是你也不能因为自己淋过雨就把我拉过来一起淋雨啊！你怎么能这么理解我？这叫共同进步。我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好了，现在工作部分已经完成，接下来我们做什么？上午的老问题：大佛寺、广州塔、长隆，还是按照美食地图一家家吃过来？我选 D。开吃。几分？7分。180。心跳却越来越明显。你说你喜欢夏天，我举起的。确实不错。
一共50。偷想你一整天，让我再靠近你一点点。每次说晚安之前，联系你的名字好多遍。你好，买单。这次我来吧170，170，谢谢。你好像有点嫌弃我的手机壳，这可是我小时候的偶像。我哪有？不过你的偶像是猴子。孙悟空，只是画的圆了一些，眼睛也大了些。但是你看这里啊，耳朵上面夹了一根金箍棒，表明了身份。我看到了，我还以为是峨眉山的猴子抢了游客的香烟。对不起啊，大圣哥，我有眼不识孙悟空。不对，是这个手机壳画的有问题。为什么要把大圣画成这么圆润的 Q 版，还毛茸茸？你买的手机壳每个动物都没脖子。哎，我们不讨论这个。你的偶像居然是孙悟空啊！神界的。还分3届？那当然，小时候偶像有点多，不分区排名很难办。那时候在白墙上给偶像们按智力、武力排名。你小时候居然这么活泼捣蛋，那你爸妈肯定很头疼吧？还好，你呢？我可是乖孩子，只是偶尔调皮捣蛋了一点。偶尔这一部分详细说说。在泥里打过滚，用树枝打败过大鹅。等一下，我们是不是漏掉了一家深井烧鹅店？好像是。哎呀，时间还早，我们现在去。10点了还早啊？这里是广州，又不是江苏。走吧，我们去排队。明天怎么安排？安排睡觉，我要睡到中午12点。那中午在附近找个吃的就回去。好。那晚安。晚安。Falling out of time when you were near, singing in silence and the world stops, spinning out of line so uncontrollably when you were near me. 如果你要12点起来，也许早上我可以去安排一些小惊喜。什么小惊喜？很小，不一定有效。明天见。什么有效不有效？怪神秘的。明天见。这就是你说的大惊喜？小惊喜。全都是美食。早上起得早，
就去把攻略上没来得及吃的东西都打包了一份，当然是能带上飞机的。路上吃点东西，也许可以缓解你的恐飞。原来你昨天说的不一定有效，是说这个，让我一路吃到上海吗？飞机要飞3个多小时，一直吃可能会撑坏。那是怎么办？飞机颠簸一下就给你发一份，内容未知。盲盒。今天飞机怎么这么平稳？那不是好事。也可以小。没事，过去了。我还是不乱说。啊，有个一周没事了，快搂着我一个。这个。鸡仔饼。好吃吗？那不好吃什么？眼光真不错。今天飞机好稳，还剩下这么多美食，你打算做什么？当然是送给你。你不是有很多好朋友，从广州回来总要给别人伴手礼。不过作为出资方，我是不是有权知道你送给谁？你就是想要我的好朋友名单，对吧？对，策反名单。周末我没让司机来接，我们直接打车回去吧。苏州没有机场，好麻烦哦。哎，这样的话，我想去趟平安寺，来得及吗？平安寺？去那里干什么？我昨天逛大佛寺的时候，突然想到的，一桩大事。谢谢。我陪你进去。不用，我自己进去就行。你不要打扰我。西瓜，你好像有点做贼心虚。怎么可能？我长这么好看，怎么可能做贼？你就在这看行李吧，我进去了。好。虚渊大神，对不起，上次我乱许愿了，但是我发现你有点太准了，我可以取消吗？或者我重新许个愿望？希望我们灵雨森林总
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的存在着，不要消失。还有，希望所有我爱的人都平安健康。许了什么愿望？愿望是不能说的，你不知道吗？反正就是那种最普通、最奢侈的群体化愿望。群体化愿望。对。那冒昧的问一下，我被包含在这个愿望里吗？你嘛，你单列一条。待遇这么特殊？是的。哎，好吧，就是希望夏天庆年会的时候，老板给我一个好的奖品，放假7天什么的。就这个？当然啦，做人不能太贪心的。啊，好啦，我这都许完愿望了，我们回苏州吧。小林，打车。老板，有2份资料，你看一下。这么快就做出来2种截然不同的方案？只是比较粗略的版本而已。主要是想请老板确认一下方向问题，不过各部门的确速度很快，很配合。这个呢，还要谢谢你。怎么说？从广州带回来的美食盲盒呀，我回苏州当晚就叫了认识的也住在公司的女同事们一起来吃了。后面有事情呢，他们就很积极，大家能力都很强，我从他们身上学习到了不少。然后技术部门的花总听说有做 BIPV 的可能性，也可积极了，差点就住在工程部跟他们研究方案了。这2种方案，你更倾向于哪个？美观节能上肯定是优选 BIPV 的，这是一种新型建筑嘛，我觉得挺有趣的，而且也和工程部验证过了，具备落地可行性。公司之前的确研究过 BIPV。毕竟双远、依托盛远和远程这样的房产建筑企业有得天独厚的优势，不过这2年因为海外的一系列制裁耽搁了下来。你对 BIPV 的未来怎么看？我觉得未来在公用建筑和商用建筑上一定会广泛应用的，毕竟国家现在提倡节能减排，这一定是大势所趋啊。那你还犹豫什么？犹豫预算呀。虽然 BIPV 在技术上有很大的难度，但是花总已经摩拳擦掌说早就有想法可以解决了。但是我一看到预算，我还是很纠结。毕竟眼下属于行业低谷，在这个时候做这样一个小花园，吃掉一些现金流，是不是有必要？你考虑得很周到，但一线员工的工作环境的确急需改善。况且这个花园如果集成了先进的技术，也可以作为公司重要的项目展示点，让我们的甲方在考察时有更直观的感受，这对公司拿订单也有帮助。对哦，还有示范性作用。总之，你放手去做。小聂同事想做个小花园，我还不至于说提不出钱来。老板。这是你最帅的时候了。那你以前眼神有点不好。林总，工程部丁总和财务部吴总过来开会了。
那你先去开会，等你忙完我们再说。你也一起来听听吧，都是工程建造，或许听一下对你有帮助。好。厂房的2期工程是停工后的复工在建，中间隔了一段时间，项目上难免有一些人员变动和对接不到位的地方，不过这些都是小问题。经过我们工程部的协调，大多数的困难都内部消化克服了。没有什么意外的话，工程可以在3月末竣工。后面相关单位验收还要麻烦管理部配合。我们会提前做好准备。另外，今天施工方也跟我提了一下，下个星期一就是第3笔进度款的最后付款期限，可能还是要麻烦咱们财务部配合按时打款。没问题，只要对方开的发票及时，我们随时配合。不过，林总，我们这边还是那个老问题，股东应付的厂房2期工程款迟迟没有完全到位。后来在林总你的调度下，我们通过其他途径解决了资金问题。但双远是合资公司，2期工程建设是股东会决议是全票通过的提议，施工进度到现在这个阶段，远程的投资款却迟迟没有到账，实在是过分了。远程那边怎么说？我们和远程的财法部门也多次沟通过了，他们回复的还算积极，但是行为上却迟迟没有动作。如果下个月资金再不到位的话，咱们法务部可能要联合盛远，正式向远程发函了。喂，亲爱的姐姐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你亲爱的弟弟我放假喽！亲爱的姐姐，感受到你的喜悦了，但是请你注意人品，不要像还在上班的人炫耀。哎呀，你别卖惨嘛，要不我去苏州看你？别，我忙死了，马上还要忙年会，你别给我捣乱。今年不是在我家过大年夜吗？然后飞白山，没有几天就能见到了。我就随便说说，谁要真去苏州了？哦，对，说到长白山，我问你，大人们都答应去国外滑雪了，你干嘛要突然改成长白山呢？你长白山怎么不好啊？你不要远香近臭。长白山是亚洲最大的天然滑雪场，周边东西又好吃，去国外饿死你。干嘛这么凶啊？嗯？你是不是心情不好？这你也能听出来？那当然了，不会是剩下那个外孙副总又为难你了吧？没有，不是他，他还安慰我。啊？安慰你什么？我们公司不是在扩建2期厂区嘛？我今天跟工程部、财务部开会才知道，原来我爸一直拖欠着扩建款，再不付的话，公司都要发函了。还有这事儿？是啊，我知道以后整个人都不好了，好尴尬。哦，那可能是前姑父那边周转不过来了吧？不过这种工资层面上的事，你干嘛要带入？在商言商，大不了拿股份抵落。没拖欠员工工资，你就不用尴尬。好吧，你说的有道理，林宇森也这么说。嗯，你跟这个林总盯着关系越来越好了啊？那肯定的啊，那时间久了，人家肯定会被我的善良可爱感化嘛。行了，挂了，说不下去了，姐。哎，我先挂，拜拜，大年夜见。嗯，拜拜。我今天布置了你跟张总明天要写春联的桌子，你看，看这个，我撤了一些摆设，然后把气球什么都拿走了，感觉更清雅一点。你看这个，我看看，的确不错。嗯。
知道你练过书法呢。我平时签字难道不帅？帅极了。不过你今天晚上要不要突击一下，多背几副春联？光字写得好可不行，万一到时候词穷了怎么办？不用，背多费劲啊！我准备了小抄。人人有奖，我们真的是可怜姐妹花。奖品是我们颁的，奖项是我们想的，结果呢，就中一个人人有奖，100块。好了好了，大过年的说点吉利的呗，不能说可怜。唉，100块，请我侄子侄女吃肯德基都不够啊。你攒攒，明年就够。玉环，你看，西光更不吉利，居然诅咒我们明年再抽中100块。哎，我没有，你不要乱理解。没中奖的3位女士，要不要送你们回公司？不用了，李总，我和雨华要走路消消食，你送西光回去吧。西光要回去收拾行李。那我先走了，快走吧。雨华呀，怎么？我如此积德，明年林总应该能抽我个大奖吧？还要回去收拾行李？不用啊，放假才几天，年初9就回来上班了嘛。英姐很不错。我们都不错，有问题的是你，抽奖抽不中我们，年会结束还要跑到我们面前贴脸开大。刚刚在台上抽奖时，我刻意不看你，就怕多看你一眼，回头抽中像是暗箱操作。谁知道，小宁，你运气是不是有点差？我都这么有诚意了，你还中不了？你这么心虚又复杂的心理活动，可能中奖大神都难以理解吧？看来还是我的错。年后请大家大餐弥补。那要吃最贵的。这个挺。那边好热闹的样子。我们也去走走，消消食。好呀。这个时间还有这么多人啊？可能是因为快过节了吧。这里和我们无锡的南长街很像。听说过，但是还没去过。你明年少给我安排点工作，我就带你去，从头吃到尾。你公然贿赂领导？是哦。我贿赂领导，少让我加班，你报到派出所看看抓谁。糟糕了，快说不过你了。因为我有理啊。哦。哦。那，你过年回上海？不，今年去北京。其实以前每年都是去瑞士过年。我妈妈在瑞士定居，不过今年她和叔叔回国开会，就不用跑那么远了。叔叔？我妈妈现在的丈夫，我爸爸早已过世多年。抱歉，
是，很多年了。上次你说要去长白山滑雪。我们和舅舅一家人在无锡过完大年夜，年初一一起飞长白山。你的滑雪技术怎么样？初级到一直刹车的水平，而且好多年都没有滑了。挺好的，听上去很谨慎。双板？你会滑雪吗？每次去瑞士，大部分时间都耗在雪山上，毕竟国外实在没什么好玩的。那你滑双板还是单把？以前是双板，这2年改单板了。双休？你吹牛的吧？这又不难，花点时间罢了。哦。突然发现，今年的年度计划还没完成。那怎么办？不怎么办？其实我是个急性子的人，读书急着跳级，上班1天恨不得当2天用。还是第一次觉得，这样慢吞吞的，渐渐熟悉和了解一个人，真好。那我上去了。好，明年见。明年见。看白雪一片片落地，看这城市里灯火亮起，爱在眼底，多么希望和你就停在这里。